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：医生忠告高血压不想肾衰竭，5种东西尽量少吃，再馋也要忍住。发现血压高已经整整10年的时间，老杨却始终没重视病情。在他看来，自己没有任何不适，所以不用任何的处理。最近2个月，老杨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自己的尿量越来越少，与此同时，也面部和双下肢都开始浮肿起来。为了查明病因，老杨来到了医院，通过检查，很快就明确为慢性肾衰竭。医生，我的肾一直都很好的呀，为什么会得肾衰竭了？医生告诉老杨，你的血压长期控制不好，对肾脏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，这在医学上叫做高血压肾病。高血压会伤害肾脏，这是老杨万万没有想到的。其实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不一定会有特别典型的症状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高血压对身体没有危害。高血压被称为是无声的杀手，即在无声无息中就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。高血压最大的危害就是损伤心、脑、肾等的8器官，这种损害是慢性的，可能要经过10年到20年，甚至更长的时间，但这个过程可能无声无息的。所以老杨虽然得高血压10年，但大多数时间没有什么不舒服，一出现症状，检查的时候已经是慢性肾衰竭了。像老杨这种情况，由于肾功能不能逆转了，随着肾单位的破坏，肾功能会越来越差，尿量也会越来越少，最终会发展成为无尿的尿毒症阶段。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可以进行血液透析了，不然时间长了，毒素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。如今像高血压的情况也是越来越常见，根据相关研究，发现全国1/4的人都患有高血压的问题，这也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，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是受到了高血压的困扰。高血压所引发的一系列的并发症也会危及到个人的生命。血压高会给身体带来哪些的并发症？心脏病和心血管疾病。高血压可能导致心肌肥厚、冠心病、心绞痛、心力衰竭、动脉粥样硬化等的疾病。中风和脑血管疾病。高血压会增加中风的风险，因为它会破坏脑部的血管，导致脑出血、脑栓塞等的疾病。外周血管疾病。高血压可能会导致动脉硬化和动脉瘤，使得血管壁变薄，并且容易发生破裂。视网膜疾病。高血压可能损坏和破坏眼内的血管，导致视网膜病变和失明。肾脏疾病。高血压可能会导致肾小球硬化和肾衰竭，因为它会损害肾脏的血流和滤波功能。作为医生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对于罹患高血压的人群而言，要是不想肾衰竭，有些东西一定要少吃，再馋也要忍住。高血压不想肾衰竭，5种东西尽量要少吃。动物内脏尽量少吃。很多人特别爱吃动物内脏，像猪肝、猪肺、猪大肠、鸡杂、牛肝、牛舌等都是很多人的最爱。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，动物内脏尽量要少吃，因为动物内脏里面含有很高的脂肪、嘌呤等的含量也很高，摄入过多的脂肪会导致血脂升高，时间长了很容易就会导致过多的脂质在血管内沉积下来，形成动脉粥样硬化，导致血压进一步的提高。肾脏里同样含有很多的血管，当血压控制不佳的时候，会对血管造成难以逆转的危害，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肾功能异常。大量的嘌呤还很容易导致尿酸升高，尿酸盐会沉积在肾脏里，导致痛风性肾病。所以动物内脏对肾脏的伤害是双重性的。酒尽量少喝。2020年 JAMA Network Open 期刊发表了一项纳入了37万人的队列研究，
评估了习惯性饮酒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相关性。结果表明，无论饮酒多少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的风险，即使是少量饮酒。很多人认为少量喝酒能够舒张血管，可以降低血压，这样的想法太过单纯。对于高血压的患者而言，最好是滴酒不沾，以降低高血压对拔器官的伤害。3. 肥肉尽量少吃，特别爱吃肥肉，要是红烧肉里面没有肥肉，那简直是失去了灵魂。还有很多人喜欢用肥肉炼油，猪油、牛油、羊油等都是很多人的最爱。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，肥肉尽量少吃，肥肉里含有很高的脂肪，长期的摄入肥肉仅不利于血压的控制，还会对血管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。4. 腌制和熏制食物不要吃。腌制和熏制食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盐的含量特别高，高血压与盐的摄入成正比，盐吃得越多，血压越高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，为了降低高血压的发病率，成人每天的食盐量最好少于5克。糟糕的是，我国居民每天的食盐摄入量达到了惊人的8至15克。5. 油炸食物不要吃。油炸食物吃起来酥脆可口，看起来也特别的有食欲，但是作为医生都不建议高血压的患者食用。原因是油炸食物里面含有很高的脂肪，长期的摄入油炸食物容易导致三高的发生。以上的5种食物对于高血压患者的危害极其巨大，所以面对这5类的食物，必须要做到管住嘴巴，千万不要以身犯险。希望患者应该谨记这些危险的食物，尽量少吃。高血压并不可怕，但是需要患者去迈开腿，管好自己的嘴，再加上医生的准确治疗。控制好血压是防止肾衰的重要措施之一。高血压患者还需要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如戒烟限酒，减少咖啡因等刺激性食品的摄入，保持充足的睡眠，适度的运动和减轻生活压力也是保护肾脏的重要方法。总之，要预防高血压引发的肾脏疾病，需要综合各种因素，包括控制血压、合理饮食、生活方式改变、注意药物副作用和及时的治疗并发症等。这些措施需要长期的坚持，才能够保证肾脏的健康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